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理查德·卡尔森所著的《别再为小事抓狂，小事永远只是小事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推荐给那些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但想要平静生活的人。我将精选出其中的8个策略，帮助大家过上平静而优雅的生活。首先是第一个策略，不要为小事而烦恼。当我们听到令人不快的消息，遇到不愉快的人，感到失望或陷入逆境时，我们往往会过度反应。例如，当在拥堵的道路上被其他车辆插队时，我们可能会感到生气，甚至在脑海中构想着惩罚对方的情景，并因此而愤愤不平，可能还会向别人抱怨。这种小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生，比如排长队、迟到、做饭时烧焦了食物等。我们往往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感到悲伤和愤怒，这表明我们对生活过于严肃，过度消耗了生命力。很多人因此未能发现生活中的乐趣。如果能够学会不为小事而烦恼，我们就能更轻松地接受现实。虽然人生不可能100%完美，但可以更加平静和充实。接下来是第2个策略，即使我们死去，要做的各种事也不会消失。许多人以完成工作为人生的目标，熬夜加班，早晨早起，很少进行娱乐活动，甚至因为工作而影响了家庭，导致家庭关系破裂。我们常常告诉自己，完成待办事项清单上的任务会让我们感觉更好，但现实是，每完成一项任务，新的任务总是会接踵而来。工作清单永无止境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应记住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过度追求完成所有任务，只会使我们的心灵疲惫。而真正的生活的目的是享受生活的每一步，过上充满爱的生活。即使我们死去，待办的事项也会被他人接手并继续处理。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，停止对未完成任务的焦虑，继续向前生活。接下来是第3个策略，要聪明地选择战斗。生活中，我们总是面临着选择，要么为小事大动干戈，要么将其视作水过鸭背，毫不在意。智慧地选择战斗的对象，才能赢得真正重要的胜利。虽然有时候我们需要为自己的信念而战，但很多人却因为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争斗不休，对一些小问题斤斤计较，只会让生活充满无谓的争吵和挫折。了解什么是真正值得战斗的事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，才会使我们生活得更加平和。选择重要的战斗，而非因琐事而产生冲突，将有助于保持我们内心的平静。接下来是第4个策略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与自己同行。我们常常幻想，如果换个学校、工作或伴侣，生活会更加美好。然而现实是，无论我们换到何处，自己的习惯和思维方式都会随之而来。如果总是抱怨现状，总是希望改变环境来获得幸福，实际上，这种习惯会随之而来。不管去到哪里，自己的负面情绪和思维方式都会跟随。因此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学会适应和接受现状，才是实现幸福的关键。接下来是第5个策略，100年后，所有人都将是新人。在时间的长河中，100年并不算长。然而，我们可以确信的是，100年后我们都将不在这个世界。请大家牢记这一点。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压力时，我们可以保持更客观的视角。无论遇到多么紧急的情况，比如车胎爆了、钥匙丢了、手机坏了等，最终都会成为过去。思考100年后的事情，我们会发现很多当下的重要问题其实并不那么严重。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压力，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小困扰。接下来是第6个策略，这一幕也会过去。生活中的一切，无论是好是坏，都会有开始和结束。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，成功还是失败，所有的情感和体验都只是暂时的。过去的幸福、痛苦、嫉妒、愤怒、爱情等情感，都只是过客。我们无法永远保持某种情感，
经历过的所有情感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有助于我们在面对痛苦和挑战时保持平静。每当我们经历困境时，可以提醒自己，这一幕也会过去，这样能够帮助我们优雅地接受和度过困难时刻。接下来是第7个策略，在平凡中发现非凡。一位记者问2个工匠：“你们在做什么呢？”第一个工匠满腹牢骚地回答道：“我只是在堆砖，工作很累，工资又低，真是受不了。”记者又问了第2个工匠同样的问题，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回答。第2个工匠说：“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我正在帮忙建造一座宏伟的建筑，每堆一块砖，我都在完成一件杰作。”2人的回答都是对的。我们在人生中看到的正是我们想看到的。如果您总是寻找不好的东西，那你也会发现很多，比如别人的缺点、工作的不满和社会的不公平。但相反，如果您试图在平凡中发现非凡，通过训练，你也能做到。第2个工匠在砖块中看到了大教堂，问题在于您能否看到，这完全是意识的问题。您周围充满了值得感恩和崇敬的事物，人生既珍贵又平凡。如果您意识到这一点，那么看似普通的事物就会有新的意义。接下来是第8个策略，把今天当作人生的最后一天来过。每当看到有人发生车祸的新闻，我都会想，在车祸中去世的那个人，是否想要对他的家人表达感激之情？他是否过着幸福的生活呢？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的待办事项清单上还剩下很多项。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，但悲哀的是，我们往往像会永远活着一样进行着行动，总是把过去的问题和未来的担忧放在优先的位置，结果被不安、沮丧和失望困扰。我们总是相信未来会更好，因此总是推迟感激和幸福。正如约翰·列侬所说，生活就是当我们忙着制定其他计划时发生的事情。当我们在忙着其他计划时，孩子们在悄然成长，爱人们可能去了别的地方，我们的体型在改变，梦想在指尖溜走。在临终时回顾过去，我们很可能会觉得自己优先顺序错了。大多数人会后悔自己为小事烦恼，觉得应该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人和事上，每天都要像是最后一天一样生活。这并不是说要焦虑或放弃责任，而是提醒自己人生的宝贵。记住最基本的策略，不要为小事烦恼，珍惜自己。通过实践这些策略，您可以减轻日常的压力和负面情绪，过上更加平和和幸福的生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